辈子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在雅典的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的舱门完全打开，我拿着一台 OPPO 手机想要记录这个瞬间，就像是梦一样。但是我必须要让你看到我所看到的画面。欢迎收看我们影视飓风有史以来最离谱的一期节目——拍飞机。飞机100吨的身躯，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飞在万米高空，外壳由最顶尖复杂、堪称奇迹的科技构成，内里又承载着许多人对远方未知世界的憧憬。拍摄这种令人着迷的航空器，一直是我的梦想之一。航空世界里面有太多的瞬间转瞬即逝。那在2024年这个时刻，正好 OPPO 对我们的这个想法非常感兴趣，我们将一起向全世界出发，用 OPPO Find X8 Pro 来捕捉人和钢铁巨兽的故事。说真的，这种大型的宽体客机，只有在线下看到，你才会意识到它有多离谱。这是一架空客 A350客机，也是目前行业里面最先进的客机之一。它本身有50%的机身都是由碳纤维来制造的，机身长达70多米，超级巨大。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首都机场，这里曾经是最为繁忙的机场之一。我们把镜头甩过去，你会看到，曾经这里每天会有1000多架飞机在这里起降。如果说我们用特效把它做出来的话，大概有这么多。超级机场的繁忙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毕竟一架停靠在机场内的飞机并不会挣钱。那托新华社张扬老师的福，我们这次得以去到各个超级机场内部，去看看世界上目前最高效的交通网络是怎么运作的。上午11点，你刚抵达机场的时候，你要搭乘这架波音787还没完成下客，但下一次的起飞已经迫在眉睫。最早到达这里的是做超级蜂巢的地面保障。并这架价值3亿美金的飞机，还有机上的256个人的安全，都将寄托于他们身上。而11点30分，机长抵达驾驶舱，每架飞机都会有将近100位飞行员来实现不间断运转。此时，航油车连接上地下航油管路，这架飞机的牵派因为天气原因，额外增加了1吨的航油，这必须在你上飞机之前就完成对应的加注。中午12点30分，飞机舱门关闭，那接下来的1分钟将会是这次起飞最重要的60秒。机长小心地把推力杆推至96%。这架787装备了2台巨大的 GE-NX 发动机，每一台发动机能够产生高达78000磅的推力，相当于几千辆汽车同时加速。这时候飞机即将达到它的决断速度，也就是每小时280公里。这意味着即使任何意外发生，飞机也必须起飞，而不能够中断。那因为剩下的跑道已经不够飞机安全停下，当速度达到2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机翼上面高速通过的空气带来的升力已经足以托起这架重达240吨的飞机。就这样，这架787又一次安全的腾空而起，而这样的运转在这里每天都会重复上千次。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太神奇了，这是我一辈子都想来体验一下、看一看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巨大的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的塔台。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所有飞机的起降情况。然后这次张扬老师帮助我们争取到了这个机会，非常感谢。别客气。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太震撼了，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也从来没有来过塔台。就是同时怎么能有这么多事发生？那边有飞机在降落，这边有飞机在起来，这和在地面就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完全不一样。塔台算得上是一座机场的神经中枢。当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很难感知到它的存在。但在这个100多米高的地方，每个空管的高效大脑都同时运行着10几架飞机。最高峰时段，这里每隔40秒就要指挥一架飞机起降。每天24小时，1年365天，这里都必须有人。而这是难以被计算机所替代的职业。
那一个人一般他要轮几个小时，这感觉压力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不能出错。是我们的管觉的这个规章里要求呢，雷达管觉不超过2个小时，替换掉下去进行一个不少于30分钟的休息。但我们其他级别的管觉会稍微长一点，但是也基本上都是在2个小时左右，就是经过不同的轮换、替换来保证这个岗位。就很多时候大家不会意识到一个系统在运转，后面有多少人在产出。塔台是一部分，其实别的还有巨量的人。你在吃飞机餐的时候，你在拍日落的时候，你在等待降落的时候，都有人在帮盯着你，你确保它一切都是这个严丝合缝的运转。在塔台上，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呈现这个特殊的视角。最后我们想到，也许只有延时摄影才能带你感受到这宽阔的视野带给我们的震撼。这真的像是科幻片里面的场景一般，飞机画成了点和线，在空港之中进进出出。这对古人来说如同神迹一般，但它确确实实由人类缔造，就在这个时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机场的忙碌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追逐而停下来等我们。在几乎没有容错率的机坪之内 ，OPPO Find X8 Pro 识别到大幅度高速运动时，会匹配快门优先的拍摄方案，让我以最为迅猛的方式抓住了这一瞬间。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拍摄飞机，在2年前，我们也在珠海航展的时候拍摄过不少这种航空巨兽。但是离开了停机坪，你会发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因为外面的飞机不会来找我们，我们只能不断的奔跑，去追寻他们的轨迹。好，我们下来组了一个这个东西，佳能的800定，然后配上我们的高速机，等效焦距到了1200毫米，你相当于要把飞到10000米高空的飞机跟在太阳系中心的太阳做一个合影。在远离机场的地方拍摄飞机是一件非常看运气的事情。在现场，我们等待了一架又一架的飞机，这航线却始终和太阳擦肩而过。就在我们脖子要仰断的时候，一架波音738来到了这片空域。不知是不是冥冥中的运气使然，这架飞机来自于祥鹏航空，它的英文名就叫做 Lucky Air。这一次，它准确无误地穿过了太阳中心，给我们后续追飞机之旅带来了好运。我靠，拍到了，拍到了！这一架外形酷似大白鲸的飞机，是我们这趟旅程中拍到的最特殊的飞机之一——空客 A300-600ST 超级运输机 Beluga。这是一架专门用来运输飞机的飞机。如果你打开它的脑门，你会发现里面有个高达1400立方容积，可以装下500辆小汽车的空间。大白鲸的主要任务是运输空客旗下不同工厂生产的飞机部件，比如巨大的机翼还有机身等。它把这些部件从世界各地的生产工厂运送到最终的地点，然后变成一架全新的飞机。但是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包括我，都未曾见过这架大白鲸，因为距离上一次它来到中国已经是30年前了。这意味着94年之后出生的我们都未曾与它相遇过。这群与我们一样追寻这架堪比彗星来访的大白鲸的人，是一群自称飞友的航空爱好者。我们每到达一个机场，都会遇到这样神奇的一批人，其中有来自机场里的机务，既会拍飞机，也会修飞机；也有人的工作是和飞机毫无关系，但却已经拍过超过上千架的飞机的人。因为香港它的运行规则基本上就是北跑道落地，对，北跑给落地，然后南跑道就是主要起飞，
当然了，这 Beluga 也挺特殊的，就也有可能给南边，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上山的其中一个原因。哇，好滑！为了 Beluga 值了。在距离机场几公里远的地方寻找飞机的身影，其实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你既要跋山涉水，还得期待天公作美。但是我们每到一处，都会有他们的身影。我们一起探访世界最难降落的机场，一起送别最后一批退役的波音747。我们似乎理解了他们对于飞机的感情。飞机，它真的不仅仅是连接大地和天空的神奇桥梁，也连接着所有同样渴望自由飞翔的人。在飞友的指引之下，我们辗转了国内外许多机场，其实已经拍到了不少的飞机，但是始终有这么一点遗憾，我们在寻找一架特殊的飞机 C919。它看上去和其他飞机说真的没有什么不同，2个翅膀，2个发动机，最多能带190个人。那为什么大家对它这么痴迷？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的就是一句话就足以让我们充满无限的向往。这是打破垄断的第一步。在过去，如果我们影视飓风，虽然我们还没钱啊，打算购买一架能够带上全公司100来号人去世界各地拍摄样片的飞机时，你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你只能选择 A 或者 B， 法国的 Airbus 或者美国的 Boeing。但是现在你也几乎不纠结，因为会有了 C 公司，来自中国的 Comac 中国商飞公司。那虽然截止到我们项目开始，目前只有7架 C919在国内由东方航空运营，但是有幸的是，在我们项目周期里面，我们遇到了南航还有国航各自接收了他们的第一架 C919。就差不多拍有出来可用了，然后就赶紧考到3，撤到3。那赶上就赶上，赶不上就算了。所以就是在1、2号点的小伙伴就有可能会错过飞机起飞的时间。对，是的。距离起飞前8小时，飞友们最后一次确认了拍摄点位。不同于以往追飞机，想要完整记录这次跨越北京、上海还有广州的飞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没有办法重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每个城市、每个飞机可能经过的点位，都找到人来蹲守。直到起飞前8小时，已经有30多位飞友来到了这3座城市。他们因为 C919相聚在一起，而再过1天，他们又会回到各自的生活。但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有人在主跑道见证起飞的时刻，也有人去备用跑道自愿白给，有人在赶来的路上还得加班，也有人在机位上布着他的暑假作业。而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众筹出了这场无法重来的 C919吊机记录。它或许并不壮观，也没有这么完美，但却饱含着他们对于航空事业的热爱还有期待。来了，尾出来了。南方1919和机场程序。机场309加上的飞场。南方1919地面空洞4动6米绵秒和345可以起飞。好，起飞346，南方1919。有人说你可以不懂摄影，但一定要记录生活。你拍的不好没有关系，没有记录下来才是最可惜的一点。因为很多事情过后已经不能凭空想象起来了。当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时间就停在了这里。影像的意义在于把静心的瞬间变成一个永恒。当你回看的时候，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它会让这段回忆变得更加具体，也更加鲜活一些。那本以为这趟旅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对吧？我们应该到结尾了。但是吉祥航空这次联系上了我们，他们说他们有一架大型的波音787飞机会在雅典进行一次空对空的拍摄，问我们有没有兴趣。空对空
就是2年前我们做过直升机航拍的时候拍摄过的一架直升机和一架特技涡桨飞机一起飞行，你可以在空中拍摄到非常特殊的视角。但是这一次是波音787，一架100多吨、时速高达800公里每小时的大客机，要和这样一个巨物一起飞翔，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对吧？一起走。哦呦，这战斗机的声音太离谱了，这涡喷的这个声音。然后这就是我们拍摄这架飞机，我觉得长得很可爱，你不觉得吗？就看起来大大的像个金鱼一样。然后我们等会理论上就会到这边，你看它的后舱其实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样的话，我应该就可以体验到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个叫什么 A2A， 就空对空的拍摄。这边这一架飞机。小小的一个机舱得装这么多老大哥，然后这边的话，只要一有好的这个场景，他们说所有的摄影师都会超级兴奋，就直接就不管你，就全部上去拍。然后高速摄影机我确实带了，它能抓很多比较慢速的画面什么的，但是长速的，就是正常的照片还有影像，我确实没办法带别的相机了，我就带了这一台，这样的话可以进行无影抓拍，就直接拿起来，然后就 biu， 就这样，因为它边上有这个按钮，按2下，然后就可以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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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冲锋枪一样，超级快，就是抬手就能出片，非常给力。虽然我想尽量让自己显得轻松一点，但是当这架运输机就这么敞开的舱门把我们所有人带上天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会紧张的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整个飞机上的人都在屏着气，等待787从前面出现。那是有吉祥的老哥跟我们说，他们同样也很紧张，因为这是国内的民航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空对空的拍摄。军机有过这样的拍摄经历，但是民航来说真的是第一次。如此大的客机要在空中与另一架飞机进行近距离伴飞，对所有人来说都还只是理论。那按计划，搭载摄影师的运输机将会从希腊的军用机场率先起飞，来到华定的空域盘旋，而目标机我们的787将会从更远的雅典机场起飞。2架飞机则会在盘旋的过程中相互匹配彼此的高度还有速度。那计划是很完善的，但是没有人的心能够真的放下。但是直到无线电里面传出那句我们期待已久的问候 ：Good morning, 787。787, you need to follow my turn, get back on the center line behind the cabin. Copy that, now left turning, follow you straight behind you, AirGL 77.或许是最有压力的787已经安全离去，又有几架正在直飞的飞机来到了这片空域。这次我们克服了第一次起飞时候的恐惧，已经全然开始享受和飞机一起飞翔的乐趣，抓到了不少素材。在2024年，飞机或许已经不是一个新鲜或者遥不可及的事物，但是我们想用快门记录下的是对过去100年飞行史的敬仰，也是对未来的无限可能的期待。在未来日子里面，这些影像将继续讲述着2024年人类的故事，提醒着我们伟大的造物源于伟大的心灵，而每一次飞翔都是对于自由还有梦想的最美诠释。那或许这正是影像的魅力，它就像时间的书签，你翻开它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一个个曾经让心跳加速的时刻。这也是我们翻山越岭、踏月追星的动力之一，也非常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一次旅程。
那同时也感谢 OPPO Find X8 Pro 作为国产领军者，引领影像技术，帮助我们留住了这些震撼的影像。所以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发给你的朋友们看一看。如果他也喜欢飞机的话，应该会喜欢这期节目，这也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